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光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呢，2026先祝大家马年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的过年特别节目，所以我们请到了特别嘉宾，也就是常常在我们节目出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那他们今天有特殊的名字，叫做甜甜报喜官林依林小姐。大家恭喜新年快乐！还有房贷少年团董敬桥先生。大家马年新年快乐，马力财运一路夯。好，非常好。我们今天一开场就非常的有精神。其实呢，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这个常常跟我们参与节目录影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讨论了很多的节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严肃。但是今天节目反正过年嘛，想要轻松的来跟大家聊聊天，所以要聊什么呢？聊一下2026年我们所见的，因为我们常常聊中美之间的关系，那美国真的是比较远，所以要去看美国的情势，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有比较长的假期，我们才可能去美国看。中国大陆呢，因为在旁边嘛，所以常常可以飞过去看。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看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变化。那刚好等一下敬桥最近也有去中国，去年嘛，不，24年前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哦，对，前年有去中国大陆，对然后依林是。也常常看中国的我最爱陆剧陆综，天天配饭吃。好，那太好了，那两位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做分享。那反正呢，我坐在这里，今天就先我来分享一下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然后看到的一些东西，先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好了。那因为呢，就是比较轻松嘛，所以我们来聊聊说我看到了些什么东西。我还帮大家把这个照片都准备好了。首先从我去中国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喝不同的手摇饮。依林，你应该懂我。超爱瑞幸咖啡，瑞幸咖啡肯定要喝的吧？好喝吗？有好喝吗？好喝，好喝。以这个价格来说，很 CP 值很高。我记得换算台币大概就是40-50元一杯咖啡的价格，比路易莎还便宜，比路易莎还便宜。对，所以我那时候可以喝到，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会喝一杯咖啡，中午又想喝一杯，晚上又想喝一杯，所以我大概一天可以到3杯，然后就是喝瑞幸咖啡。你有尝试他们那个什么高粱啊、辣椒酱这种特别口味？还没，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我没有，我也没有喝到，因为我的喝的都是比较普通的。然后我现在喝的是瑞幸的那个椰子口味的咖啡。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的就是霸王茶姬，就是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包装做成的那个霸王茶姬的咖啡。我喝的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这种文创的包装是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它的整个造型感都非常的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奈雪的茶，我在那边喝的是它的绿拿铁。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想要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知不知道，就我发现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可能点饮料的时候线上点，然后他可能会送过来，这是外送嘛，但他们是比如说你要去店里面取他们的饮料，但是你是在大概它的这个饮料店的400-500公尺的这个平方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先点好。对，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你也是线上都是支付的，然后你再去取他们的咖啡这样子。但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然后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人在那边看菜单，然后看说要什么？你以为有人要帮你点？对。然后我去到前面，然后那个小姐还问我说：“现在是你的那个取餐号码是多少什么之类，然后我说我要点餐，我才知道说哇全部都是已经线上化了，几乎没有人在现场点餐。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熟悉怎么做，然后他还把我的手机拿过去，然后帮我按一按我要喝什么，然后就完成这样子的点餐，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包括了在场的韩国啊或者是欧美人士，他们后来也一开始都跟我一样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后来也都渐入佳境，然后就是成功点餐这样。然后呢，我还看到什么？我发现我饮料就可以讲了蛮久的时间。看你很爱喝，你是真的很爱喝。很需要精神粮食。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的那个电动车，电动车一定就是绝对是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发展最快的时候。那科技，因为我们其实节目常聊有关于中美的对抗嘛，那我们常聊，比如说科技、聊金融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在金融上，美国现在还是领先的，但是在科技领域，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跟美国就是几乎可以到相抗衡的一个地位了。尤其是今天要来看到这个电动车，我在当地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艳的，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华为啊、小米的电动车已经很多了。
但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台湾的电动车实在是太贵了，我们的进口电动车加了关税之后，动不动可能就是以 Tesla 为例好了。一台可能就要190万以上，是最基本款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它的全配备上去之后，可能就是200万元左右。我就是已经看到华为的电动车是那种很豪华的那种电动车已经在跑。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电动车的后面，我才知道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白色的亮起来的灯，你们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想说，为什么那个屁股有一个白灯亮起来？是什么？其实意思，我后来问我中国大陆的朋友，他就上海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就代表说这一台车是自驾，就是里面的驾驶他是完全就是，他正在那个他在休息，他在休息， OK， 他在休息，就是他完全就是比如说进到隧道啊，或者是他就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2手都没有在，就靠近方向盘就可以，然后他就是让车子这样，然后甚至他们是可以跟车子讲话，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这是我朋友告诉我，因为他有一台那个电动车，他把车子停在一家店的前面，然后呢，他就是设定好之后，他就进到这家店去用餐。结果过不了多久，他就收到一个简讯，然后简讯的内容就是说，有车主问你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车子往前开一点点，因为我想他的这一位车主想要停在他的后面，然后他就跟这个电动车就下了指令说可以。你自己。对，他就自己动，他就自己在远端就动哦，闪电霹雳车阿斯拉就对，他就车立刻动，而且你知道那个车主是自己跟那个电动车说话，就比如说是敲他的，就是他的车尾2下，然后就直接跟他讲话说他需要他把车子往前停，太智能了。他就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他就传了一个简讯给这个自驾电动车的车主，然后他下了一个指令，他就自己把车子往前走，这个是我就是上海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我也觉得有点震撼，蛮惊艳的。这个是科技上面的，这是比较硬实力了。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车就是卖到行销到已经到全世界，尤其现在在欧洲嘛，很多人买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子。我会不会讲太久啊？不会啊，大家不就很想聊聊吗？你的中国行，吃的好，来讲一点轻松的好了。再讲一点点严肃的好了。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漂亮，就是上海的夜景，这是我特别上去我忘记是哪一栋？金茂大厦吗？应该是金茂大厦。好，我在金茂大厦的这个观景台上面特别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那我想要给大家看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在应该是10年前去上海的时候，当时其实只有应该是东方明珠而已，所以我对其他的建筑还没那么熟悉，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所谓的3剑客，就是他们有金茂大厦、环球中心跟上海中心大厦这3个，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发展的非常的好的。那你看它周边也都开发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重点是这2、3年、10年前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当时都还是稻田。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了，我觉得浦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特别也看了一下他们的建筑，因为我有去观察他们的建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他们的建筑是一块一块的，比如说这一块的建筑师的屋顶上看上去是长全部一样的，然后是同色系，比如说都是红色屋顶，那一整片，那另外一整片可能是一个白色屋顶。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也是问他们当地的人，就说这一块一块就代表是不同的建商做出来的。的建筑，所以他们都是有城市规划的，整体规划好再下去做一个建设，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城市的建设也非常的让我非常的惊艳，这样子。好，太好了，导播在画圈，那我再讲一点点轻松的，秀一下美照好不好？这个是在那个。外滩，你有一起去是不是？我没有一起去，你们2人同行吗？他就抢答。不好意思，我在这干扰你们。对，这是在外滩拍下来的景象，然后看出去的海港，晚上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也有在当地吃到这个小杨生煎，静乔有没有吃过？上海的生煎包，对，它就是里面装蟹黄肉，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外面就是脆脆的，但是里面。非常多的汁。现在下午录影不要讲这个，非常多的汁这样子从里面流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这一次的上海行，我觉得收获满满。那也希望就是说，即使现在两岸关系其实蛮紧张的，对，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还是互相交流，然后开放的心态，
去多多的沟通，才可以减少更多的误判。那其实我分享完之后，我也想要请静乔来跟我们分享。静乔最近有去中国嘛？前年对不对？前年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但其实我跟上海的缘分就比较深了，因为我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高雄人嘛，然后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离乡背景去求学了，然后我一开始先去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当一个小留学生，大概1年半的时间吧。后来我妈就有一次就问我说，她觉得现在上海的发展很好，她问我想不想去上海，就是发展看看。然后我那时候也小时候我说好啊，上海感觉也蛮热闹的我就去了这样。然后我当时比较让我震撼到的是，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大概2005年到的上海，那时候去上海，因为我是在杨浦读的高中，杨浦区那时候是上海比较它是右上的位置，那个时候是它的相对来说上海发展比较弱的一个区域。那时候从加拿大换到上海，哇！你感觉好像从了一个先进国家，然后瞬间到了第3国家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很不适应，但是其实过了半年1年，开始慢慢越来越熟悉中国大陆的生活之后，然后我才开始看到，原来其实那边有很多蛮有趣的现象。那就更不用说我之后在2007年就是入学复旦大学嘛，所以我等于是跟着，我觉得那应该是中国大陆那10年的建设的黄金发展，就是上海这个城市它永远在变化，对，就是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到台湾，然后我再回去上海，就只是可能1、2个月的差别而已我就觉得怎么这里又冒出一些新的店家，怎么这一条街道又改朝换代那种感觉，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然后因为我们杨浦就除了复旦大学之外，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学区的一个地方，我们那附近最大一个商场叫五角场。然后五角场以前我那时候刚去杨浦区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热闹。然后这几年，像我前年回去，哇，它那个五角场已经开发到什么第3期、第4期，然后已经弄得就是已经自成一派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群的一个规模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在复旦这样4年看着，当然我也4年这边看了很多电影，贡献了很多餐饮，可能里面有那几个砖瓦也是我贡献的，但是就觉得说哇。上海真的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那这个当然是前10年大家都很了解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次像24年我去了浙江的乌镇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上海已经就应该说整个中国大陆，他们除了在基础建设冲得很快之外，现在开始在我们过往都知道它的硬体是很强，但是软体一直觉得说，怎么去1线城市或者是跟3线城市怎么差别那么大？但这几年却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年轻人，整个教育的水准，整个对于世界观的理解，都已经跟我那个时候去07年、05年那个时候很不一样，落差很大。对他们现在就是哇，他们的年轻人都是跟他们聊天都是言之有物，然后什么都可以讲一点，然后你感觉他们的年轻人懂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们的软体、他们的文创、他们的创意内容等等。都已经开始跟硬体匹配了。我们看这几年茶几，对不对？霸王茶几，对，然后泡泡玛特等等，以前都是山寨别人、抄袭别人，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自主品牌，然后干掉其他之前的领先者。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大陆软硬体都很强的一个发展，也是我这几年。24年回去之后比较深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刚刚这个静乔也特别提到他们中国大陆的 IP 就是泡泡玛特，其实我特别在上海也拍到这一张，因为他们的那个 store 就是泡泡玛特店是真的蛮惊艳的，就是会有那种很巨大的娃娃，你很远的地方你就会被吸引到，就会立刻想要进去里面逛一逛。然后我的来宾也很可爱，就是他每次去上海一趟都会特别带几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给我，因为我喜欢 Cry Baby。我也有，超可爱。对，那依琳呢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在节目上就像思敏提到，其实我们比较常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国际局势啊、政经发展，都是从这个角度在了解中国。但是以我自己私底下生活的体感的话呢，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同事，他去深圳常住嘛，去那边发展，他每次回来我都会一直问他说，觉得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但他其实跟我分享的，还有我自己在从这些陆剧陆综里面观察到，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像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方便，刚刚思敏提到点餐嘛、点饮料这种的，还有。
像你刚刚说的饮料霸王茶姬这个，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有带给我一个保冷袋，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精致？他说会吗？现在大陆的饮料外送都是这样，对，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它的包装，不是用一个什么随便塑胶袋，就是蛮有质感的保冷袋，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今天点饮料有被照顾到的这种小确幸。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像是陆剧啊、陆综，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平常工作很紧绷，压力很大。陆剧、陆综、小红书，现在是我的精神粮食。真的，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就看，你知道那个配饭有多香吗？对，就是原本哇，这个神经非常紧绷，一看就觉得哇，忘却一整天的烦恼。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陆演员蛮厉害的。对，你说他们可能是实力派演员，可是他们要上一些综艺啊，不管是歌唱啊、跳舞啊，什么样样都要会。我就觉得哇，他们的演员的那个软实力、硬实力其实都是同步在增长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小红书。我先插一下话，你最近最喜欢的陆剧是什么？可以在许我耀眼，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不许没有人看过，这一部是真的置入可以吗？不会，这很好，这很多人都看过。还有那个陆综《奔跑吧兄弟》，这个我也有看过，很好看。我觉得范丞丞超好笑。好，我继续讲。再就是小红书，我真的非常爱，因为我常跟大家推说，小红书我觉得很像现代版的那种百科全书。就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比如说最新的韩国的妆容应该怎么画？你不用再靠我们的化妆师，你上去一看，你是方圆脸、鹅蛋脸，什么脸该怎么画，清清楚楚。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前阵子去独旅嘛，然后我就想说独旅该怎么样拍照，总不可能叫路人拍，也是蛮尴尬。它里面就有10招教你独旅怎么样拍照技巧，独旅攻略。对，你就觉得哇天哪，这比我在就是其他搜寻引擎上面找到的还实用。他们旅游这个真的很强，消费、彩妆、时装、饮食这种生活类的很强。对，就是我现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没有小红书。像有一次最夸张，我半夜的时候，然后我的背拉到抽筋，这时候怎么办？半夜小红书，你又不可能就是立刻冲去急诊，也很尴尬。开小红书抽筋拉到怎么办？结果他真的就有复健科医师，他们会有那种类似 short 那种短影音嘛，就跟你说，你要把脚翘起来，往前拉伸，深呼吸几下，然后就觉得然后而且当下大概隔10分钟吧，其实我的症状就舒缓了，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好像真的不能没有这些东西在我生命当中了。好，谢谢依林的分享。那我们2026年，这就是我们在这几年所见的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不一样的增长，那提供给观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新年快乐，等一下再见。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